泽连斯基和特朗普通话难道是俄乌和谈前兆？西班牙逮捕俄网络黑客，证实俄对北约网络攻击早已开启。F-35恢复交付，但问题依然很大。加拿大上任第一位女国防部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19号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通了电话，讨论了俄乌战争的结束状态。泽连斯基表示，他同意在未来的个人会晤中与特朗普讨论实现长久和平的方法。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够走到一起，谈判达成一项结束战争的协议。一天之后呢，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分别就这次谈话发表了看法，但是他们说的话却耐人寻味。首先是特朗普，他表示自己会和泽连斯基的谈话非常好，并且很快就会结束这场夺走无数生命的战争。而泽连斯基则在20号发表的全国讲话中表示，乌克兰没有得到足够的西方援助来赢得战争，我们知道战争的公正结局是什么，但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财政、武器、政治支持、欧盟、北约和世界的团结。如果国际社会没有给予乌克兰足够支持，那么这场战争的结果可能远远超出乌克兰的边界。对于泽连斯基来说，所谓的战争公正结局是明确的，就是收回乌克兰目前的土地，包括克里米亚地区。而泽连斯基在20号的讲话中却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貌似放弃恢复乌克兰2014年边界的想法了。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政策，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9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每届美国政府都有机会制定自己的政策，我们无法锁定未来。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下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会改变对俄乌战争的态度。熟悉俄乌战争的朋友都知道，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极大程度的是依赖北约的，尤其是美国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国改变对乌态度，毫无疑问将对俄乌战况产生极大影响。不过布林肯在采访时也强调，就算美国断供，还有20个其他国家依旧会保持对乌军援的力度。比如说7月19号，英国就乌克兰签署了20亿英镑的贷款协议，该协议将提供20亿英镑的贷款，以资助乌克兰的国防需求。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和英国政府签署了双边文件，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提供财政支持，其中包括按照北约标准购买现代武器、军事装备和其他防御手段。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表示，根据框架协议的条款，这笔贷款将用于发展乌克兰防御能力的大型项目，这将减轻国家预算的负担，并允许在短期内获得必要的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国家，主要是在防空领域。虽然美国的态度并不明确，但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是非常明显的。未来乌克兰可以使用这笔资金购买欧洲的防空系统。目前在欧洲卖的最好的防空系统是德国的 IRIS 系列，该武器分为多个版本，其中最新版本的 IRIS-T HYDEF 射程可达100公里，旨在面对高超音威胁。除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呢，也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比如说葡萄牙宣布，今年其对乌的援助已经超过了2.5亿欧元，而在2025年也会援助这个数。希腊准备把退役的30架 F-16 Block 30援助给乌克兰，挪威准备再追加价值8700万美元的 IRIS-T 发射器。可见欧洲对乌克兰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毕竟他们和美国不同，如果失去乌克兰，他们将直接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所以大兵认为网上的某些预测太过于悲观，就算无法恢复2014年的国境线，乌克兰也可以在欧洲持续输血的情况下和俄罗斯保持僵持，乌克兰仍在人间。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于本月20号发布消息，称他们在马纳科尔、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安达卢西亚省成功逮捕了3名身份未明的嫌疑人。这些嫌疑人被指控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重要机构和战略部门实施了 DDoS 攻击。DDoS 攻击呢，全称为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简单来说， DDoS 攻击是通过控制大量的计算机，同时向目标服务器发送大量无效的数据包或者请求。这些被控制的计算机通常被称为僵尸或者组成的僵尸网络，以此来淹没目标服务器的宽带或者资源。
导致目标服务器无法处理正常的用户请求，从而实现对目标服务器的拒绝服务攻击。根据国民警卫队透露，这些黑客隶属于俄罗斯的一个名叫做 NoName 057的黑客行动主义组织。目前调查仍在深入进行，以进一步确定所有参与网络攻击的个体。NoName 057这个亲俄网络团体在2022年3月崭露头角。起初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的政府和媒体网站，但随后攻击范围扩大，将目标对准了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西方政府、经济、后勤和相关实体。在短短176天内，在32个西方国家进行了高达1174次攻击。该组织依靠志愿者力量，不仅推出了自己的众包僵尸网络 DDoSIA， 还提供了俄英双语的使用指南，教唆他人进行 DDoS 攻击。值得注意的是 ，NoName 057频繁表达愿与持有相似价值观的其他网络力量合作，并且已经和多个知名的俄罗斯网络组织，比如 Killnet、XAKNet Team 以及 Cyber Army for Russia 有过联手行动。此外防务新闻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俄罗斯黑客组织的背后都有俄罗斯联邦调查局，也就是科克勃的影子。至于这次在西班牙被逮捕的黑客是不是科克勃的下线，还尚不清楚。事实上，俄罗斯对北约的网络攻击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早在去年，就有媒体爆出，一个俄罗斯黑客军队 APT28 就利用微软 Outlook 漏洞，对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发起过攻击，目标甚至包括北约快速部署部队。他们在大约20个月的时间里，这些黑客通过 CVE 2023-23397漏洞，在至少针对14个国家、30个组织的3次攻击行动中大肆行动。这些国家级组织对俄罗斯军方和政府而言具有潜在的战略情报价值。自从2022年3月起，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之后，他们便开始利用 Outlook 这一安全漏洞，对乌克兰国家移民服务局进行攻击。从2022年4月中旬到12月，他们侵入了欧洲约15个政府、军事、能源以及交通组织的网络，窃取可能包含军事情报的电子邮件，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尽管微软在1年后即2023年3月修复了这一0日漏洞，并将其与俄罗斯黑客组织 APT28 联系起来，但 APT28 的操作者仍然利用 CVE 2023-23397漏洞窃取凭证，以便在受侵网络中进行横向移动。今年5月份俄罗斯黑客又利用微软的一个漏洞，将攻击面扩大了，至少一个北约快速部署部队遭到了俄罗斯黑客的网络攻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战线。虽然俄乌战争陷入僵局，7月20号在哈尔科夫州北部的持续交火中，俄罗斯军队有了新的动向，他们正在朝向哈尔科夫市东北部步步紧逼。根据7月18号的视频显示，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已经深入到斯塔里察西部，但同时乌克兰军队在赫里伯克击穿了俄军防线，并对赫里伯克主要定居点形成前行攻势。如果俄军不撤退，接下来可能会被乌军包围。但相对的，俄军也可以加大投入，反包围东北方向深入俄军阵线的乌军。现在就看谁能投入更多的兵力了。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方面透露，为了筹备新一轮的进攻，俄罗斯军队在赫里伯克附近集结了第155海军步兵旅和第18摩托化步兵师的增援部队。此外，在沃夫昌斯克中部和东部的区域，俄罗斯军队也重新部署了第138摩托化步兵旅，该旅之前因为伤亡过大暂时撤退。接下来看一下卢甘斯克州，最近俄罗斯军队在斯瓦托夫西北部取得了进展，并继续沿着库皮扬斯克发动攻势。7月20号的视频显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在皮斯查尼中心升起了国旗，标志着该定居点已经被其控制。此外，在7月19和20号，俄军还声称完全占领了斯瓦托夫以西的安德里夫卡，并且向库皮扬斯克东北部的斯基利夫卡推进了约400米。而在顿涅茨克州，俄乌双方依旧保持着僵持态势，尤其是恰西夫亚尔和阿夫迪夫卡以西2个关键要点，这证明俄军的托列茨克计划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除此之外乌克兰还用无人机对俄罗斯机场进行了打击，以限制俄罗斯滑翔炸弹的使用频率。7月20号，乌克兰发动了数十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的米勒洛沃军用机场。但俄罗斯媒体抱怨防空系统拦截率不高，未能完全消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后果。因为米勒洛沃的军用机场和机场附近的油库发生了多次爆炸。俄罗斯电报频道发布消息称，
罗斯托夫当地居民在航空港附近总共是听到了至少16声爆炸声，之后跑道和飞机停放区域发生火灾。袭击发生之前呢，第31战斗航空团驻扎在米勒洛沃军用机场。有关米勒洛沃军用机场被无人机袭击的信息得到了罗斯托夫新闻的证实，在电报群中发布了一段米勒洛沃军用机场被袭击后发生大火的视频。当天晚些时候，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在电报频道发布战报称，在基辅政权企图使用飞行无人机对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目标进行恐怖袭击，值班防空系统在罗斯托夫地区上空摧毁和拦截了26架无人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领土上空摧毁了1架无人机。从已经上传到自媒体平台的照片、视频分析，该军用机场受到的打击比较严重，可能是能源储存设施遭到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引起的讯爆。未来该机场的空袭能力将受到极大程度的影响。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举行的皇家国际航空航展上，美国军方宣布重新接收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交付的 F-35联合攻击战斗机。这一消息标志着 F-35在经历了1年因为升级问题导致的停飞后，终于重返蓝天了。根据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透露，首批2架装载了技术更新3TR-3部分版本的 F-35A 战斗机在上周五顺利交付给美国空军，其中1架被派往阿拉巴马州丹内利机场的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87战斗机联队，另1架呢则前往了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然而，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将军在航展上提醒说，尽管 TR-3的交付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挑战并没有结束。我们在 TR-3中确实拥有了一个可以用于培训的工作软件，但这只是开始。他表示，完全实现 F-35的作战能力还需时日，预计要到2025年。TR-3 升级旨在提升 F-35的显示系统、计算机内存和处理能力，为后续的 Block 4现代化升级奠定基础。Block 4将赋予 F-35携带更多武器、更精准识别目标以及增强的电子战能力。然而 TR-3 的推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软件问题和硬件生产的延迟导致该升级一度受阻。洛马公司与联合项目办公室不得不采取战略调整，先推出一个临时版本的 TR-3 软件，以解决当前需求。尽管如此，装载这一临时软件的 F-35仍需要等到2025年才能全面执行战斗任务。F-35项目执行官麦克施密特中将表示，项目团队正在采取分阶段的方法来交付这些战斗机。他说，具备初步训练能力的 F-35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陆续交付，而具备强大战斗训练能力的型号则计划在8月底前到位。罗马公司副总裁兼 F-35项目总经理布里奇特·劳德戴尔承诺，将继续致力于后续升级，确保 F-35充分发挥其潜力。TR-3 和 Block 4是提升 F-35能力的关键。随着 TR-3 的逐步升级， F-35的 Block 4升级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政府问责局在去年的报告中指出， Block 4的完成时间已经从最初的2026年推迟到了2029年，成本也从106亿美元上升到了165亿美元。尽管如此，空军采购主管安德鲁·亨特表示，军方正在与洛马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确保 F-35项目能够顺利推进，满足全球的作战需求。加拿大上任首位女性国防部长。7月18号，珍妮·卡里尼昂在加拿大战争博物馆正式接过了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指挥权，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最高指挥官。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亲自出席了交接仪式，并高度评价了卡里尼昂的成就。他指出，卡里尼昂不仅是加拿大首位女性国防参谋长，更是首位领导20国集团或者7国集团国家军队的女性。这一壮举无疑将激励全球女性追求更高的职业目标。在谈及未来的工作计划时，卡里尼昂将军强调了招聘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性。他表示，将致力于推动军队内部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加拿大军队，共同为国家的安全和繁荣贡献力量。此外呢，这一任命也正值加拿大政府面临北约盟国压力之际。由于加拿大未能达到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北约承诺，其军事投入一直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批评。然而，加拿大政府最近表示，将在2032年之前达成这一目标，并承诺将加大在国防领域的投入力度。
事实上，关于军队多元化一直是一个争议性课题，尤其是世界局势愈加不稳定的今天，你认为女性能在战争中发挥多少作用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